其实和老款的苏2.7相比呢，苏35的维护性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，但还是很复杂，成本很高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爆命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苏35的残骸落到英国人手里面，西方媒体不断的进行分析，总结出了苏35的4大缺陷而且严重的影响战斗力。4月初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苏35战机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附近的伊久姆地区被击落，残骸和飞行员都落到了乌克兰人的手里。西方军事媒体立刻表示要研究这份残骸，破解俄罗斯航空装备的秘密。西方情报机构的动作很快据报道，一部分残骸已经运到了英国，这对俄罗斯空天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。其实不需要这种消息的印证，我们也可以推测得到，苏35远远没有俄罗斯自己宣传的那么强大。在这个隐身战斗机吃香的年代，像苏35这样的非隐身的型号，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确实很成问题。而且俄罗斯的防空压制能力并不强，虽然开战以后俄罗斯多次表示摧毁了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系统，但是对于零星作战的乌克兰防空导弹，俄军显然没有清理干净，并且屡次吃亏。国际军事界为苏35总结出了4条落伍的缺点。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够隐身。比苏35先进一代的飞机，比如说 F-22、F-35 和中国的歼20都采用隐形机身，雷达的反射截面积非常小，各种远程防空导弹是很难威胁到它们。虽然目前只有中国或美国装备了隐身战机，但航空界公认隐身设计才是21世纪战场的王者，不隐身的飞机明显是处在下风。苏35和老款的苏2.7相比，已经是大幅度的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积，大概只有后者的1/3，但还是比4代机要大得多。所以如果对方有4代机或者是先进的雷达，就能率先发现苏35，先敌开火把它击落。这样一来，苏35就没有办法执行防空压制任务了。在乌克兰战场上美国还可能动用了预警机来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，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苏35的生存能力。虽然中美都还有大量不隐身的3代机，但是完全可以用4代机先完成踹门的任务，把对方的防空力量都压制住，然后再投入3代机进行大规模的空中突击。但俄罗斯似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然后是空对空导弹技术落后，这个问题在乌克兰战场上还没有暴露出来，因为乌克兰方面的导弹更落后，乌克兰的空导弹没有机会展示。但是考虑到北约直接参战的可能性，空导弹技术落后的问题可能严重威胁苏35的生存。苏35现在可以使用2个型号的空导弹 R27 或 R77。R27 已经是比较老款了， R77 是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，据说和美国的 AIM-120C 差不多，但是和新款的 AIM-120D 相比就落后了，那也比不上中国的霹雳15。俄罗斯自称还在研制几种新的型号，比如说 K77M 和 R37M， 但是没有看到他们交付部队使用。这要是苏35遇上 F-35或者是 F-15EX， 场面恐怕就不太好看了。雷达方面的问题可能最尴尬。如今战斗机上最流行的雷达是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美国在这一方面是处在领先位置，中国、西欧和日本都实现了突破。中国在出口型的枭龙第3批次上也已经装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虽然价钱贵了很多，但外国客户是非常满意。俄罗斯在这方面就非常的落后西方认为大概是落后20年左右。苏35上装备的猎豹 E 雷达性能也很不错，但这是一种被动的相控阵雷达，虽然达到了被动相控阵雷达的最高水准，但是对方如果有主动相控阵雷达的话，苏35就落下风了。俄罗斯不是不想搞主动相控阵，但是造不出所需要的收发器件，从国际市场上又买不到，这件事儿甚至耽误了苏57的批量化生产，低一档的苏35就更享受不到了。除了飞机本身，飞机之外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苏俄系武器装备的通病，那就是地面维护起来不方便。其实和老款的苏2.7相比苏35的维护性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，但还是很复杂，成本很高。
所以俄罗斯空天军呢很少大批的出动苏35去执行任务，有多少资源就维护多少飞机，把他们零星的派遣出去执行任务，不但火力强度不够，也很容易落单，被人击落。总之啊，乌克兰战争暴露了苏35的很多问题。俄罗斯在推销苏35的时候做的很多宣传，现在看起来呢都不算太靠谱。特别是苏35的主要性能一旦被西方摸透，就会采取针对性的技术或战术措施。到那个时候，俄罗斯空天军的处境就很艰难了。那我们国家作为买了一部分苏35的国家，我们也得当心这个事情了。好，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。